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4月1日，中国教育部发布新政策，要求科学划定片区，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学生不再局限单一学校，学区房再受打击。一夜之间，大量学区房价格大跳水，再受打压。上海、深圳等学区房甚至降价1/3以上。学区房风光不再。4月1日，中国最能影响房价的部门发布新政策。教育部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一个内容，引发了此次房价动荡，即科学合理划定片区，各地要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常住人口学龄儿童窝底调查制度，加强生源分布情况分析。通知表明，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要求，目前还未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地方，要根据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和规模、行政区划、交通状况等因素，为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招生片区范围。换句话说，就是学和初中招生的时候，不能考试，按照成绩来招生，只能通过划片就近招生，并且也不再是传统的距离划分。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地方，鼓励逐步实行单校划片，合理稳定就学预期；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并将热点学校分散划入相应片区，推进片区间优质教育资源大体均衡，确保2022年招生工作全面实行划片就近入学。已经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地方，片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对出现学校布局调整、学龄人口变化较大等情况的，各地可在科学评估、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片区范围，提前向社会公布，并深入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这就意味着学生入学不再是单一的根据区域距离划分，而是发展为片区形式，并且合理调配每个区域的教育资源，减少重点学校扎堆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要求呢？首先是为了减轻课业负担，如果小学、初中凭成绩入学，中国的孩子将失去童年，从幼儿园就开始拼成绩，幼儿园势必小学化。其次，就近入学还可以节省家长的时间、精力，避免长距离送孩子，造成人为交通拥堵，给孩子带来安全风险。此外，就近免试入学还有利于生三孩，有利于人口增长，而这对学区房而言却是沉重打击。早在去年4月30日，中国政治局会议就提出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深圳等中心城市公布了对策，提出全面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全面推行大学区制。随后，北京、深圳的学区房价格都出现了较大跌幅，尤其是那些1对1的顶级学区房，比如深圳百花片区，房价甚至跌了30%以上。这也就说明了，要不要动学区房的蛋糕，主要看楼市的走向，看房价是否明显偏高。去年下半年至今的楼市非常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100强房企的平均权益销售金额、权益销售面积都同比下滑了40%以上，接近于腰斩。在楼市如此寒冷的情况下，显然没有进一步打击学区房的必要了。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稳定经济的政策早出快出，不出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预案。继续打压学区房，应该就属于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另外，学区的不断调整也引起了家长的反感，因为对孩子去哪里上学没有稳定预期。大学区制的好处是让名校利益均沾，但大学区的坏处也是明显的，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要到比较远的地方上学，家长接送时间大增。现在，教育部进一步明确，已经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地方，片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这就更意味着，2022年学区房的政策是稳而不是变。教育部也有明确的要求，要科学评估、广泛征求意见，提前向社会公布，并深入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此外，教育部还进一步明确，各地要按照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总体要求，
分别明确小学、初中学生录取的具体方式和规则，切实保障入学机会公平。片区内登记报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的，学校应全部录取；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按照已明确的规则录取。其余未录取学生，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其次，各地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和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的规定要求，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地学生入学需求。最近还指出，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其中，上述的第一和第二点也都体现了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防止民办学校通过考试掐尖。这些也都对学区房是中性偏好的规定。事实上，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发展、带动新区、郊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很多城市在发展新区的时候，往往让市级名校到新区办分校，以吸引增量人口，带动发展。所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消灭名校，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学区房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但也要严厉打击过度炒卖学区房的现象。此前不久，上海市教委公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将实行名额分配到校和名额分配到区。新政一出，上海某小区房源之前评估价为430万的房产，一夜变成了370万，下降了60万。这就再次验证了教育政策与房价的关系。此次上海中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假设重点初中一年有100个学生考上重点高中，普通初中一年有10个学生考上重点高中，现在就按名额分配，而且初中平等对待。那么这2所初中每年都有55名学生可以上重点高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重点初中可能考550分才能上重点，而普通初中考450分就能上重点高中。新政一旦实施，高价买入的所谓学区房上名校的几率不增反降，有些热门学区一下子就值降到原来的1/3左右，更有甚者可能还不如同区或郊区的普通中学。本来每年3、4月份都是学区房成交的高峰期，因为大多数城市新生摸底信息采集是在5月进行的，所以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入校，一般4月就要完成过户，所以3到4月往往是学区房成交的旺季。但是今年3月已经结束，各大城市学区房不仅没有出现火热的趋势，反而价格还在大幅跳水。比如深圳百花的河淀花园，市场好的时候一度卖到1700多万，而近期1100多万就有成交，直降600多万。南京树人、金陵汇文、29中、颗粒华这些一线初中学区房，以及拉小加29中、立小加29中这样的双学区房，目前的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普遍下降了10到15%。杭州西湖一套老破小学区房，去年楼市最火的时候可以卖到420万，结果最近一套的成交同户型同面积的只卖了290万。顶级学区房文鼎苑去年成交还在10万一平，今年7万就能成交。顶级学区房直接从神坛跌落，摔得4脚朝天。但尽管价格跌得如此惨，但是成交量还是没有起色。一方面，因为去年年底迅猛的学区打击政策，很多家长选择等待观望；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反复，部分城市学区成交被生生打断。比如南京，2月中旬学区房成交有小幅度回暖，但很快就被3月疫情到春寒给杀回。杭州也是如此，2月以来带看虽然多了起来，但许多中介表示跟往年的成交都没法比。学区市场已经足够冷淡，现在确实没有打击的必要性了。所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解决了学区市场的最大难题——预期问题。只有学区政策稳了，生育预期才会稳。保证就近免试入学，也有利于3胎政策的推进。这份文件的推进，4月份的学区市场还是很有可能回暖的。
其实这2年，为了给学区房降温，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干预，例如学区预警、实行多校划片、大学区，包括教师轮岗制度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让学区热有所降低。但是学区房热从根本上讲，除了是家长的追捧，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造成的。每个城市因为城市发展的快慢，教育资源都是在陆续的配建当中，难免会存在差异化的情况。这种情况，一是靠政府、社会力量去进行不断的填充，另外也需要生源、师资力量经过时间去沉淀打磨。学区房并不是万能的，和孩子本身的情况和家庭教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一线可能就花天价买学区房，从情理上讲还是不推荐。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无可厚非，但是买学区房还是要量力而为。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